有 YouTube，我们今天来聊聊 iPhone 14 Pro Max 3周的使用心得。我将这部影片分为日常使用与拍摄创造这两个部分。首先，我们来看日常使用的部分。平常使用下，个人感知最强的就是随显萤幕。随显萤幕一定会比较耗电，但是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大的喜欢的图片，可以随时随地看到漂亮的图片，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有很多，例如说像是亲人的一些照片啊，或是可以看美女，或是说可以看买不起的手表，还有我最喜欢的小兵。这次 iOS 16有推出一个很棒的功能——动画桌布。这个动画桌布，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自己的地点、太阳与我们位置的相关性，随时随地的知道说，哦，我现在人在地球上的哪里，太阳会随着时间来做变化，可以比较清楚说，是时候该睡觉了。对显萤幕，等一下把它换景，有非常流畅的动画。滑到桌面也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动画，看起来非常的舒压。再来，我们看到这次 iPhone 的灵动岛功能，绝对不要因为灵动岛这个功能来买这次的 iPhone 14 Pro Max， 原因是因为最常你会使用到的大概就是播放音乐的功能吧。播放音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点一下，这样它就可以跳出一个界面，我们可以去操控它。但是这个功能其实我们从右下角往下滑也是可以做到一样的功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以往我们用 iPhone 本来功能就差不多，这个功能大概新鲜期只有3天，3天后你就会觉得这功能其实也没什么。灵动岛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在地图方面，但是 Google Map 是没有支援的。我们用 Apple Map， 我们可以说我们今天要去好事多，开始导航。灵动岛就会在这边会显示出它的位置。当你去做不同的位置来做变化的时候，就会显示一个蛮大的方向的指导。但是你要很喜欢使用 Apple Map， 灵动岛对你来讲才有用。像我一般都用 Google Map 的情况下，灵动岛的导航基本上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它就这样就跳出来，说40公尺要转弯。但是平常我们不用 Apple Map， 这个功能在台湾就是残废。车祸功能我们平常是不会使用到的，所以这个功能我觉得是一个 good to have， 但是我们平常感受不到这个功能的强大的地方。Starting with the US and Canada。卫星功能，我们人在台湾，所以这个功能对我们来讲也是没有什么用的。灵动岛似乎在生活上带给我们很大的功能，但是实际上你使用不会感知到那么强烈的感觉。手机越来越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常常用 YouTube 来看影片，但我们这样一放大的时候，这边这个药丸的形状就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退步。原本的刘海其实是比较小的，没有那么样的严重。在 iPhone X 推出来以后，很多的创作者都把影片转换成18:9的比例。在 iPhone 12的时候，它的刘海是不会切到18:9的影片的。13 Pro Max 的时候会多切到一点点，在去年就已经有蛮多人在抱怨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14 Pro Max 灵动岛会切到多大的18:9影片。我们这边播放一个18:9的影片，你可以看到真的切到蛮多的，这边大概已经快要到半个胶囊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未来会发生的一件事情，苹果一定会在前置镜头做更大的加强，到时候这个灵动岛可能就会越来越大。我个人是比较希望苹果可以改变回像以前的 iPhone 4，让时间是在中间，把镜头可能摆到两边，前面这边来，让时钟可以重新回到中心这边。手感方面，我们现在来比较14 Pro Max 和13 Pro Max。我们这边立即来看的边框方面，13 Pro Max 更精，14 Pro Max 的边框没有那么精，比较偏向银一点。倒角的部分，13是比较圆一点的，而14会更利，倒角比较小，所以握起来会觉得比较利落。电镀工艺来看，我觉得13是做的比较好的。个人认为14去做这样的改动有几个方面的考量。首先，因为萤幕和相机都做了蛮大的提升，苹果势必要在一些地方去省成本。边框我觉得是省很大成本的一个地方。接下来，它把这个边框这边的倒角做得更利，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可以让14 Pro Max 在边框上面比较薄一点，比较轻一点。再来，因为它更利了，会让更多的使用者会去买苹果的保护壳，也可以让销售变得好一些。手感呢，我们平常在这样在滑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14会很刮手，但是13会比较顺手一些。以裸机手感来说，13 Pro Max 是比14 Pro Max 还要好的，但是使用裸机的人实在是太少。苹果在这方面是省了一些成本。13
Pro Max 的手感真的比较好，这个真的是太利落太利了，真的会有点刮手的感觉。喇叭在喇叭方面呢，一个是灵动岛，一个是刘海，因为相机模组变大了，相对于13 Pro Max 来讲，14 Pro Max 的喇叭单体是有变小的，变成灵动岛了，所以这边有多了一个空间。苹果的声音工程师非常的厉害，他这边做了一个像是号角的一个结构，把声音从这边用号角的结构导到这里，然后投射出来。非常厉害的是，它的中频的解析力变得非常的好，在看影片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真的这个声音很立体，空间音讯的感觉非常的强烈，声音的细节非常的突出。波波看影片看可不可以感受得出来。Till I get up, time is barely on our side. I don't wanna waste what's left. The storms we chase are leading us, and love is all we'll ever trust. Yeah, no, I don't wanna waste what's left. And on we'll go, through the wastelands, through the highways, till my shadow turns to sun rays. And on we'll go, through the wastelands, through the highways. And on we'll go. 这次的 iPhone 的主摄镜头提升了有65%的大小，所以整个景深看起来非常的棒。有一天我刚好经过了101的 Rolex， 然后这只金表非常的好看，所以我就拿起我的 iPhone 14 Pro Max， 用4800万拍了一张。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表的细节，拍起来整个细节非常的好看。因为这个细节是蛮足够的，所以我就拿这4800万的照片把它放大截图，做了一张桌布。我们可以看到4800万的照片放大了以后截图做成桌布还是非常的清楚，而且这个金色刚好搭配我们14 Pro Max 的金色，就好像手上真的拿了一只 Rolex 一样。4800万拍起来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平常要拍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拿得静静的，大概是这样子来拍这个东西。但是因为这次把它变成4800万像素，整个 sensor 变得太大的情况下，很容易就会糊掉。在12、13都已经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拿得太近来做拍摄。苹果这次使用超广角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录影的时候，这个问题会更严重，我们就要拿得很远，大概到这里才可以。我们原本都是这样子拿在手上，这样再拍一个东西，这时候要录得清楚。影片这边我们这样子拿着录不清楚，我们必须要拿远，大概到这个距离，这样整个对焦才会对得到。这个距离变这个距离，变得非常的远。这个问题苹果是知道的。拍照方面，苹果就用了超广角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这样子来对准。但是因为超广角的 sensor 比较差，当我们在光源比较差的情况下拍东西的时候，噪点会比较多。如果我们要用主镜头来拍这个东西的话，不容易对到焦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把它拿远，然后用2倍镜来做拍摄。但是录影方面我们就很难这样子做到。录影方面我们常常就是要拿得很远，是我在使用 iPhone 来做录影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次的对焦距离真的有时候真的太长了，不太好对得到焦。这次的前镜头的 sensor 变得更大，而且有支援自动对焦的功能。当我们有时候要看到自己想要自拍的情况下，这次的前镜头的提升是十分有感的。我们拿着旧的13 Pro Max 在做自拍，看起来的品质是非常差，所以我在拍影片一定都要用后镜头来做拍摄。那这次14 Pro Max 至少这个前镜头有勉勉强强的及格，是可以用的状态。我们也可以用前镜头来拍 4K 30的电影级模式，是可用的，没有说到像后镜头这么好，但是是 OK 可以使用的。再来我们来看第2代的电影级模式，这次电影级模式真的是太棒了。这边它还是有 HD 30帧的方式，但是我们这次可以选择 4K 30帧的。苹果的东西都是要到第2代才比较成熟。
熟。像这一次的运动模式，我自己都觉得非常不成熟，而且不好用。但是电影级这一次非常好用，很赞，整个景深的效果拍起来非常的好看。所以以一个手机用电脑运算可以运算出来的效果，觉得已经超级棒了。苹果还会自动的去选择最适合的焦段来看这个场景和距离应该是用哪个焦段的光圈是比较好的。在电影级模式里面，当我们去拍摄人的时候的抠边，以男生来讲的抠边是还不错的。像我是短发，所以我这边抠边其实没有抠得好，看起来还勉勉强强接受。但是以女生来讲，她们通常都是长发，长发的发丝通常有时候像专业的单眼相机，它拍出来那个每个头发一根一根的会非常漂亮，非常好看。用电影级模式 ，iPhone 还是没办法抠出那种很漂亮的每一根头发的细节都抠出来的效果。以男生来讲，像我们这种比较像方块型的头发，抠出来的效果就还算还可以。抠图的效果来讲，我觉得 Samsung 还是好一点点，但是它的电影级模式只有 1080p， 有没有像现在 iPhone 有 4K 30帧？所以你如果要比较好的景深效果的话，你可能还是去买一台单眼相机，才可以比较快的来解决你的问题。电影级模式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我在录的时候，它都可以抓到我的脸。如果拿着物体的情况下，它其实不太会去抓这个物体，它只是会一直抓着我的脸。所以当我在介绍东西的时候，我拿一个东西，我必须事后手动的去对焦在这个物体上面。再来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说，电影级模式的问题在于，它是需要很大量的运算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影片录完了以后，它在背景还是会一直要运算这一支影片，那手机就会变得发热，十分严重，要花一些时间让所有的电影级模式的影片来去处理它的运算。所以苹果这个方式，它应该是先录之后再用演算的方式去把人物和背景的模糊去抠出来，来做更多的深度的运算，所以它才可以在2年之间从 1080p 提升到 4K 30帧。如果你还在使用 iPhone 12以前的这些手机，也就是2020年以前的手机，或是你常常用 iPhone 来做你日常的摄影，把它来当你的主力摄影机来做使用的话，这次14 Pro Max 是可以升级的。它的 sensor 非常大，而且拍出来效果在录影方面都是非常大的。但是你如果是12或13的使用者，我觉得你就可以考虑一下你到底要不要升级。原因是12、13跟14这一代都是使用台积电5奈米的制程，所以提升不会到非常的大。而且明年15有可能会有 Type-C 的充电头，传输速度会更快。4800万像素的 sensor 可能也可以录 8K 了。我觉得12、13是不需要升级的。但是你如果都是常一直都在用 iPhone 来做录影的话，像我一年都会录1000多支影片，所以我觉得你很常录影，把它拿来当你的主力机剪片是可以升级的。比较旧的这些手机升级上来会非常有感，主要是摄影方面非常好，120Hz 的萤幕也超级赞。再来是水显萤幕，可以看到你想要看的东西，非常的棒，放你很喜欢的图片啊，比如说像小小兵这样子，非常的好看，配金色的小小兵非常好看。水显萤幕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以往你都要用 Apple Watch 才有水显萤幕，现在 iPhone 已经有水显萤幕了。这几年使用 iPhone 下来，我觉得提升最大的就是从 XS 换到12 Pro Max HDR 录影真的提升非常大，而12、13到现在的14，他们在 HDR 录影里面，因为 sensor 越来越大，所以拍起来效果真的是非常好，每次都让我觉得录影的感官有很大的提升。但是你如果没有那么长的在录影的话， iPhone 不需要常去做更换和更新。如果我们平常都只是拿来看影片、滑手机的话，13 Pro 是一个分水岭。13 Pro 有120Hz 的萤幕 ，ProMotion 的萤幕，可以让你在滑动和使用上更方便、更好用。滑动的体验是非常棒的。如果你想要捡便宜的话，你现在是可以去买13 Pro 或13 Pro Max， 跟14 Pro Max 在滑动的体验上面不会差到太多，因为这次的动态调整是有到1Hz，要非常仔细才会感觉到这几个赫兹的使用上的差异，所以可以找到便宜的13 Pro，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入手。如果在时间没有急迫性的话，其实是可以等一等，等明年首发3奈米 iPhone 才是更香的。以台积电现在制程节点越来越慢的情况下，像12、13、14 3年的节点它才更新一代，所以3奈米第一代你买进去了以后，你之后如果是2代的制程节点才要更新的话，一只 iPhone 可以用个6、7年，之后你要买的就是1.4 iMi 的 iPhone， 这样子才是最划算的投资。这样是我 iPhone 14 Pro Max 使用3周的一些心得，我自己是觉得在录影上面提升很大，但是15也非常值得期待。拜拜。